长月烬明正在热播中，每天都看不够的感觉。一直以来，黎苏苏在保护澹台烬的同时，也在不断寻找除去邪故的方法。只有这样，他才可以阻止魔神灭世。澹台烬离开景国的路上，被兰安等人背叛，一只眼睛瞎了，格尔放血逃生。奄奄一息的时候，还好遇到了叶希雾。叶希雾跳船落水的时候，被一个神器倾世之玉所救。那个看来般若浮生不再是他们经历的梦，和几个主角应该也有一些本质的联系。这个神器倾世之玉是入魔后的桑九用无数仙髓炼化而成，在万年前就已经遗失，却突然出现在水里，还救了昏迷的叶希雾。原著里是倾世花，剧版改成了玉，不过两个都是神器。万年前桑九抽取成千仙者的仙髓，炼制出了这个神器。可是使用这个东西的人也注定不得善终，短折横死。澹台烬发现后却觉得无所谓，反正自己中毒已深，本来就是要死的人了。当符玉杀过来后，两口子互相为对方挡刀。叶希雾被噬心咒打中昏迷，澹台烬为了击退符玉，启动了倾世之玉，恢复力量，打败了他。倾世之玉变成了澹台烬的眼睛，成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。叶希雾醒来后，看到澹台烬眼睛不对劲儿，意识到他吞了倾世之玉。为了避免澹台烬短折横死，他要想办法把倾世之玉弄出来。这时候出现了模糊的桑九身影，询问叶希雾值得吗？和澹台烬相处的画面闪过，叶希雾的神色很是心疼。经过了那么多人的背叛，终于还是有人选择了澹台烬。现在倾世之玉已经择主，若是想要转移的话，需要叶希雾用一只眼睛来交换。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为了苍生和亲人，叶希雾承担了倾世之玉的诅咒，替换了最后横死的命运。这个神器后面还有一些戏份，因为叶希雾多次使用，后面遭遇了反噬。他将灭魂钉打入澹台烬身体后，两个人彻底决裂。叶希雾被单独关押，倾世之玉的反噬也渐渐严重。澹台烬以为是倾世之玉治好了他的眼睛，其实是叶希雾把自己的眼睛换给了他。这个残酷的真相，澹台烬是在叶希雾跳楼抽神髓的时候才知道。原来在他不知道的时候，叶希雾默默为他做了很多，换眼睛、抽神髓，不负苍生，最终也没有负他。在他用一只眼睛和余生被厄运诅咒的命运，从澹台烬身上剥离倾世之玉，并利用他的力量找到管理时间之神后，上神告诉他，除去邪蛊需要3把钥匙：一场梦、一滴泪、一缕丝。一场梦，梦入般若浮生。一场梦就是澹台烬、叶希雾、萧凛和叶冰长共同坠入的般若浮生梦。梦中4人经历爱恨情仇，叶希雾化身为爱痴狂的蚌族公主，碾碎一身骄傲和蚌族赖以生存的蚌壳，拯救澹台烬化身的战神明夜之后，嫁给了他。鲜血淋漓，仍旧为爱欣喜。可是明夜却被叶冰长化身的圣女设计失去了记忆，并且一直以为是他救了自己。天欢为了虚荣和明夜屠尽桑九的族人，以为这样就可以让桑九痛苦，以报复他和自己争抢上清境的女主人之位。般若浮生梦，人醒梦亦醒。当明夜得知这一切的时候，桑九已经被仇恨逼得入了魔，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杀了天欢报仇，最后死在明夜面前。他才终于醒悟，却也无力阻止一切，选择沉睡千年。这场梦让黎苏苏明白了神魔一念之间，善恶并非只是眼前所见。他最后化魔，而澹台烬则是正义的战神，所以他更加理解了澹台烬。而澹台烬因为明夜的感情，也对黎苏苏情愫更深，只是情丝尚未萌芽，他自己也不清楚。一滴泪是爱亦是劫。澹台烬成为魔神的关键是在他的恨意最疯狂的时候，所以灭魂珠泪是在他爱意最汹涌的时候流下的眼泪。黎苏苏将灭魂钉打入他心中时，正是两人大婚的时候。澹台烬以为自己终于得到救赎的时候，却是被黎苏苏推进深渊的时候。一缕丝，爱意汹涌，情丝疯长。在被打入6枚灭魂钉之后，澹台烬对叶希雾的爱也化作了恨意，所以在澹台明朗和叶冰长合作逼澹台烬2选1的时候，他为了报复故意选择叶冰长，眼睁睁看着叶希雾在自己面前坠下城楼，倒在眼前，他才后悔。这一瞬间爱意汹涌，澹台烬的情丝也终于疯狂生长出来。可是想要得到真心，是要先付出真心的，
所以在集齐3把钥匙除去邪蛊的时候，叶惜雾为了成全自己的爱，恳求天道以自己的元神和仙髓换他的邪蛊，保住他的性命。这里和原著稍有改动。再见即陌路。当谭台烬成仙之后，终于再次和黎苏苏相见，他却不肯原谅，直到两人从此是陌路。于他而言，两人的宿命纠葛在500年前就已经结束。如今天下清明，再加上他修的是无情道，就更没必要和谭台烬纠缠下去了。